大家好，听到特朗普的话，欧洲左派们以及乌克兰人简直疯了，因为特朗普将俄乌战争归咎于乌克兰。这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羞辱整个欧洲后，特朗普的话又一次羞辱了欧洲人。更有的德国网友说，特朗普神经错乱，因果颠倒。特朗普的意思分明是责怪乌克兰发动战争，拖延战争的结束。发动战争的不就是俄罗斯吗？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与俄罗斯会谈后，特朗普将战争的持续归咎于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俄会晤取得了成功，他对乌克兰未获邀请的指责反应冷淡，并抨击泽连斯基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满意地走到马阿拉戈庄园的麦克风前，我认为我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我认为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解释道。特朗普不接受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关于首次会谈没有邀请乌克兰的批评，相反，特朗普抨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然后我听到我们没有被邀请，你们战斗了3年，你们根本就不该开始战争，你们本可以达成交易的，特朗普说。对泽连斯基的尖锐批评，指责乌克兰，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交易可能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点可想而知。当被问及是否会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举行新选举的要求时，特朗普说，乌克兰没有举行选举，基本上处于戒严状态，国家几乎被炸毁，人们已经受够了，他们希望发生点什么。特朗普还提到了民众对泽连斯基的低支持率。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不反对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和部队。这位美国总统说，我不反对，他知道法国愿意这样做，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姿态。就美国而言，美国不必在那里驻军。美国国务卿认为，欧洲坐在谈判桌旁。在美国和俄罗斯刚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会谈后，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华尔兹都强调，只有特朗普才能带来和平。不过，卢比奥的语气比美国总统更有外交技巧。我们的目标是以公平、持久、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卢比奥解释道，这正是谈判的目的所在。这位美国国务卿还说，仅凭欧洲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这一点，他们也必须参与谈判。来自美国民主党的批评。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观察家怀疑，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启动这一进程，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如何？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在美国 CNN 上说，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启动进程，会被乌克兰和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是将他们推下火坑。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的一名代表坎德尔·泰勒在非商业电视频道 PBS 上解释说，要是特朗普做出帮助乌克兰的新承诺，那才是有意义的。这样普京就会意识到他无法在战场上获胜。现在俄罗斯显然比乌克兰处于更好的谈判地位。坎德尔·泰勒认为，风险和主要问题在于可能会暂时实现和平，但这只会让俄罗斯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将来再次攻击乌克兰，并可能将目标对准欧洲其他地区。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共和党人驳斥了这一批评。例如，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CNN上强调说，乌克兰和欧洲仍是参与方。特朗普总统首先想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以启动连续多轮会谈。科顿说，当然，我们必须让泽连斯基总统参与进来。好，朋友们，刚才是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我们现在看的是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网友对这条新闻的看法。一般而言，中间偏右的媒体的网友可能比较肯定特朗普的做法。我们等一下看对不对。第一条评论，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进展就是这么快。1. 寻求解决方案。2. 有经验的人聚集在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可能到明天，我们德国的外长等人甚至还没有决定供应哪种符合公平贸易原则的咖啡，矿泉水的来源是否应与性别相称。下一则，一切都没有德国人参与，立场世界冠军被排除在任何国际决定之外。
为了让他们在任何地方得到接待，必须先出示赞助费，这是对德国总理及外交部长的羞辱。继续往下，事情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回忆一下，欧洲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也彻底搞砸了，美国和联合国最终不得不填补领导真空，欧盟已变得毫无用处。但他在布鲁塞尔为勤千上万的平庸官员提供了奢侈的免税收入。再往下，尽管德国当局怒不可遏，但这个好消息有望挽救成千上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生命。下一则，特朗普言出必行，非常好。刚才咱们看了德国中间偏右媒体《世界报》的网友评论，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说：“你们根本就不应该挑起事端，你们本可以达成交易的。”他把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这太臭名昭著，太可恶，太堕落了，就像维多尔和瓦根科内西一样。下一则，与乌克兰同在，现在是我们德国人和欧洲人团结在乌克兰及其总统一边的时候了，不仅仅是用言语，还要付诸行动。现在是我们德国和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美国独裁者和皇帝的家长式作风的时候了。不是在不久的将来，不是明天，而是今天，立即行动，挽起袖子干就完了。继续往下，特朗普愚蠢到低估了普京，他自诩与沙皇关系良好，他并没有意识到普京已经调查并找到了他需要在自吹自擂的特朗普身上拉哪些纽扣，让他成为自己政策的有用工具。普京是个邪恶之人，然而在智力和战略上，他与这个来自华盛顿的男人完全不同。这就像学龄前儿童特朗普和重量级拳王普京之间的拳击比赛，这与特朗普的伙伴们如出一辙。现在在利雅得，弱小的俄罗斯的谈判高手在与美国的二流子进行谈判，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他们的总统实习生。再往下，泽连斯基当然可以达成交易，特朗普也可以达成交易，将加州、佛州和德州交给墨西哥，这样就可以结束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下一则，的确如此，乌克兰本不应该入侵俄罗斯并挑起战争，普京想要和平，乌克兰却选择了战争，不可原谅。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写在文章里，你根本不会相信。继续往下，特朗普就不能闭嘴一天吗？那样的话会让人很轻松。再往下看，特朗普声称泽连斯基早就应该结束战争，这种说法实在荒唐。乌克兰从未想要这场战争，是俄罗斯挑起了战争，这就是欧洲人试图尽可能孤立俄罗斯的原因。普京多年来一直试图克服这种边缘化，现在特朗普仅仅通过在利雅得的会晤就给予了普京真正的认可，而欧洲和乌克兰都没有参与其中。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早就应该结束战争，这简直是在撒谎，这纯属谎言，荒唐至极。好的，朋友们，大家看到了吧？德国不同的媒体，他们的读者群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竟然完全相反。从刚才的网友评论已经再明显不过了。直到现在，还有的德国人竟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乌克兰，甚至号召挽起袖子干就完了。在看了特朗普怪罪乌克兰拖延了战争的报道以及网友评论后，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报道乌克兰方面对于在利雅得美俄会晤的反应。美俄谈判之后，失望与一线希望。乌克兰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会晤主要是莫斯科的成功，他们怀疑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乌克兰的利益。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欧洲身上。昨天下午，疲惫不堪的泽连斯基在安卡拉拿起麦克风，这位乌克兰总统警告说，我们现在不能犯任何错误，因为美俄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对乌克兰来说是个意外，他们是通过媒体得知的。泽连斯基说，我不知道谁在那里逗留或去那里，老实说，我并不关心，但我关心我们的伙伴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是诚实和开放的，
我不希望有任何巧合，这就是我不会去沙特阿拉伯的原因。德国之声点评：我倒想问，你泽连斯基受到邀请了吗？你想去沙特阿拉伯就能去吗？沙特阿拉伯是你家？或者说那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是你泽连斯基的女婿？想去就去，那么容易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慕尼黑安全会议后的倒退，乌克兰总统很生气。在基辅看来，利雅得会晤这对莫斯科来说是次彻底的成功。尽管乌克兰代表团刚刚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试图说服美国人，泽连斯基在安卡拉强调说，他们想要和平，但要公正的和平，而不是背着乌克兰决定的协议。然而，冲突问题研究员玛利亚·索尔金娜认为，美国人不再关心乌克兰的利益。乌克兰寄希望于欧洲。索尔金娜说，我们仍有一些回旋余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伙伴的立场。现在对乌克兰有利的是，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利益已经从与普京可能达成的协议中消失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不仅可以抛弃乌克兰，还可以连整个欧洲一起抛弃，这给基辅带来一丝残存的希望。根据乌克兰的想法，现在欧洲人终于要觉醒了，终于要加大国防投入了。索尔金娜现在将目光投向了巴黎。马克龙热衷于这样的观点，即欧洲安全从根本上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对我们很有利。尽管存在动员问题以及财政和军事上的依赖性，乌克兰自己也在生产武器。如果美国人完全停止援助，乌克兰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这些武器。因此，情况是困难的，但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指望的。泽连斯基说，战争不是在战场上打赢的。然而，俄罗斯可以支配的资源要多得多，更多的人员、更多的武器，以及可以额外提供人员和武器支持的可靠伙伴。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认为今天已经很清楚，双方都不可能在战场上用武器赢得这场战争。俄罗斯想赢，但没有做到；他们不相信乌克兰，但乌克兰证明了自己。”乌克兰总统说，乌克兰以士兵和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自己的独立。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预计今天将抵达基辅，但不仅仅是在沙特的美俄会晤之后，许多人都在猜测凯洛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究竟还有多大影响力。好，朋友们，最后呢，我们来看看 X 平台上网友们对这条新闻的反应。德国电视一台总结道，美俄谈判后，乌克兰感到愤怒和震惊。在这里也可能是指乌克兰总统，而不是指乌克兰这个国家。以下是第一条评论：出于失望，他现在是否要归还美国纳税人迄今为止提供的大约14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下一则，说到内疚文化，我们又难辞其咎了。我们提供了该死的武器，让双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呢，吞下苦果吧，因为这场乌克兰人永远赢不了的战争必须尽快结束。继续往下，这是乌克兰人民的福气，终于有了触手可及的希望和渴望已久的机会来结束泽连斯基。你已经随处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也收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信息。再往下看，他的末日快到了。下一则，西方完全赌输了。继续往下，如果没有外国的资金援助和武器供应，乌克兰今天早就变成俄罗斯了。既然这场消耗生命和资源的战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那么现在就应该进行谈判。下一则，是的，现在在街头被抓壮丁的市民肯定对和平感到非常难过了。继续往下，乌克兰和欧盟都输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太狂妄自大，如此挑衅俄罗斯。现在美国要脱身了，乌克兰和欧盟就赤裸裸的了。欧盟，尤其是德国，已经看到了他们大话的极限，剩下的只有惊恐和愤怒。再往下看，愤怒和震惊的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乌克兰人民。
下一则，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乌克兰有谁会感到震惊？应该一目了然。再往下，对于腐败的战争贩子、欧盟的说客和业余演员总统来说，和平是一大坨屎。好吧，这可能是他糟糕的表演生涯中的最后一幕。欧盟和小丑泽连斯基完蛋了。下一则，愤怒对顶级阶层来说是的，但对乌克兰人民，我认为是种解脱。然后将举行新的大选，我们将看到乌克兰人如何决定。你们已经知道，美国买下了乌克兰28%的土地，俄罗斯也买下了很多。下一则，特朗普与俄罗斯恢复了外交关系，我很好奇欧盟会如何接受这一点。事实上，欧盟也应该这样做，取消所有对其成员国造成巨大伤害的制裁。我认为，如果欧盟拒不让步，那么欧盟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继续往下，现实是战时独裁者对和平谈判感到愤怒和震惊。德国之士说明，我认为这里的战时独裁者指的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往下，当这场战争最终结束时，许多乌克兰人都会感到高兴和解脱。之前欧盟无法做到的事情，希望特朗普现在能够做到。再往下看，给乌克兰人核武器，战争1天之内就会结束，因为普京会撤军。下一则，哈哈姐没能赢得美国大选，这让所有战争贩子都感到遗憾，这样战争贩子只能下台。在乌克兰，几乎没有人再支持泽连斯基了，乌克兰人希望重新选举。当然，泽连斯基不希望这样。乌克兰人想要和平。继续往下，在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之后，欧盟现在又与美国对抗。再往下看，我们感到震惊吗？我祈祷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最终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已经是第3年了，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了吧？拜登先生曾经为此做过什么？下一则，为何要震惊？世界强国正在讨论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一件好事呀。继续往下，当然不会是乌克兰人感到震惊，泽连斯基的可能性更大，他的商业模式正在崩溃。再往下看，很抱歉，乌克兰和你们欧盟的战争贩子没有赢得这场战争，你们已经被淘汰出局了。下一则，和平，多么可怕的字眼！当你认为全世界都得躺在你的脚下，为自己的无能背黑锅时，你就会这样想。有几次结束冲突的好机会，但泽连斯基让他们白白溜走了。下一则，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非常希望最终能够进入谈判，希望能够停止杀戮，希望人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每一位谈判代表都值得尊重，但所有军火贩子和战争贩子都值得我深深鄙视。怎么看最后一条评论？泽连斯基不想要和平，他只想要我们的钱。朋友们，大家肯定也发现了，网友评论几乎一边倒的赞同美国与俄罗斯谈判，尽快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至少在这个 X 平台上，大家都唾弃这个演员斯基同志了。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也请在下面留言。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